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军哥。上一次黄油熟成牛排那一期节目，我跟大家提及过，就是我发现了可以在家制作干式熟成牛排的方法。那今天咱们就来制作一下。那为了制作这次干式熟成牛排，特意花了2000块钱买了2块澳洲 M4-5 级别的西冷和牛牛排。可以看到这个肉的花纹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不单单会做干式熟成牛排，还会做一块黄油熟成牛排，到时候一起来对比一下。那如何在家做干式熟成牛排呢？那就缺少不了我购买的这个神秘武器了，就是叫做 Uma Dry 的干式熟成袋。不要小瞧了这个袋子哦，这个袋子价格也不便宜，花了我将近500块钱。那废话不多说，下面我们开始制作一下吧。OK，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袋子，可以看到上面写着 Dry Aged Steak， 就是专门用来做干式熟成牛排可以用的。接下来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有4样东西，首先是它的这个说明书，还有这个标签牌。那这个透明的东西呢，那官方称之为叫做 Vac Mouse， 到时候会用来协助密封用的东西。主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袋子。那这个袋子其实是特别厉害的，500块钱基本上都花在它身上了，是因为这个袋子它可以隔绝氧气和细菌进入放进去的牛排，同时又可以让牛排的水分从这个袋子蒸发出来。这样造成一个湿度恒定的环境，让牛排在这个袋子里面进行干式熟成，所以这个袋子还是挺牛逼的。虽然这几个东西花了500块钱，但是用这个方式来做干式熟成牛排，已经是一般家庭所能够接触到的最便宜的方式了。如果说要去买专业的干式熟成柜的话，基本上都要好几万，那个价格的话确实有点高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处理牛排吧。那我们首先做干式熟成的牛排。这次本来是买了1大块的这一个和牛的西冷牛排，然后让它切了，分成2块。那大的这一块我们会用来做干式熟成，因为干式熟成的损耗比较大，所以需要用大块一点，这样到时候剩下来的肉会多一点。那这一块小的，我们继续还是做黄油熟成牛排。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首先，我们先做一下干式熟成的牛排。那做这个干式熟成的牛排千万不要做任何修边或者撕筋膜的处理，因为干式熟成的牛排是会有损耗的，让它外部所有的肉，或者说你不想要的那些肉，让它自然损耗掉，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保留我们想要的肉了。OK， 先拿一个熟成袋出来，然后我们把肉放进这个袋子里面。牛排放进袋子之后，我们把它往一个角落上面去推，推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袋口擦干。一定要擦干，这样的话后面真空才不会漏空气。因为这个袋子比较大，我们真空机一次性封不下，所以我们先斜着45度角封一下，只要点这个封口按钮就可以了，先不用抽气。经过试验，一定要封口2次才能完全封得住。OK， 可以看到这边斜的已经封好了。OK， 接下来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一个白色的这个东西放在封口处的1/2处，不然真空机抽不了气。点一下抽气按钮，抽完气之后，准备一个隔离架，可以让肉悬空放置。把肉垫在这个架子上，这样让它底部的空气也流通起来，挥发水分。我们的干式熟成牛排就做好了。那这一块我们就叫它小黑，把小黑放进0到2摄氏度的冰箱熟成35天。那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黄油熟成牛排。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想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首先准备一个铁盘，再加上一个烤网，然后铺上一层烘焙纸。这次学聪明了，就用半流体的黄油，先把底面给铺满。OK， 然后用我们这个刮板给它刮一下。OK， 现在我们把牛排放上去。再从顶部浇一层黄油，刮干净一点。这一碗好像不太够，我们再去接1碗。一定要用大量的黄油把牛排给涂满。如果漏了空气的话，牛排很容易就变质了，那就全完了。那这块黄油熟成牛排也做好了，我们叫这一块为小黄2号，同样也是放到0到2摄氏度的冰箱熟成35天，到时候对比一下干式熟成和黄油熟成出来的效果。OK， 那新一代的熟成牛排养成计划正式启动，小黑和小黄2号都已经被我放到冰箱里面了，
还要继续等待35天。那在上几期做熟成牛排的视频里面，大家有很多的疑问以及误解。那在未来我也会做更多的关于熟成牛排的视频，让大家更全面、更详细的去了解熟成牛排这一概念。OK， 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还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多多关注我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